乌军终于要反攻了。就在3月29号，根据乌克兰独立通讯社的报道，乌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军计划在今年4月到5月间发动反攻，反攻将向若干方向推进。那么乌军真的要反攻了吗？会不会又是一次对俄军的误导呢？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根据环球网的报道，就在上周末，乌克兰副国防部长发表电视讲话，对全国居民和媒体宣布了禁止讨论命令，即不允许乌公民在社交媒体上有任何讨论乌军动向和作战计划的消息，不允许乌公民询问国内军事专家有关乌军动向和部署安排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允许国内媒体报道任何有关乌军具体动向的内容。所有乌克兰人员只需要明白，乌军正在让乌克兰取得胜利。结合开头乌防长所说的话，似乎侧面证明了这次反攻计划。不仅如此，在3月23号，乌陆军司令还对外宣称将发动8万人大反攻，甚至给出了反攻的地点和时间，然后就有了禁止讨论命令的事情。与此同时，俄军前线作战人员也向外指出，近期已经看到乌军正在密集行动，很可能在4月中旬或者5月初进行大反攻。至于为什么是这个节点呢？原因很简单，在4月中旬前后，北约各国援助的重武器及各式主战坦克会陆续抵达乌克兰。乌军认为，只要这些坦克顺利到达，就能极大强化前线乌军的作战能力，甚至是一举击溃乌东部的俄军。另外，在近几日，瓦格纳老板普里戈金已经给绍伊古写信，声称大批乌军部队正在从克里沃罗格地区重新部署到查索夫亚尔，期间集结了数百辆坦克装甲车，有可能在4、5月组织包围瓦格纳，切断该部队与俄军的后勤联系。虽然根据此前普里戈金的说法，瓦格纳已经控制了巴赫穆特高达50%的领土，但是乌军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抵抗，并从查斯亚尔转移了预备队。很明显，乌军正在竭尽全力为之后组织大反攻来争取时间。此外，乌总司令扎卢日内身边的一位美国军事顾问在最近乌官方媒体对他进行的一次访问中对外表示，乌克兰马上就要进行春季大规模攻势了，声称这次反攻的规模将会非常巨大。另一方面，目前乌军逐渐稳定了巴赫穆特的局势，之后北约各国援助也会陆续到达。最重要的是，很多前往北约的乌军新兵也结束了训练，未来将组成乌军下一阶段的重要作战力量。也就是说，这几个月乌克兰已经积蓄了一定的力量，逐渐呈现出蓄势待发的姿态。除了上述这些现象呢，在之前的动员计划中，乌克兰方面预计在3月底完成第10轮征兵，而截止到3月中旬，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有超过10万人响应动员令了。据悉，在这次增兵行动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敖德萨区域，动员人数高达3.47万人，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而根据乌官员阿拉哈米亚的透露，由于俄罗斯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为了应对可能来的第2战场的威胁，未来乌克兰将可能再次下达征兵令，以方便在白俄罗斯方向开辟第2战场。而上述的一切信息呢，似乎都隐约印证了乌军大反攻的计划。当然，这些都是乌克兰内部的动向。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北约各国的动向。就在网上流出乌克兰准备进行大反攻之际，英国再次送温暖，宣布乌军坦克手已经就位了。而在2个月前，英国给予乌克兰承诺，要将该国的主战坦克和配件以及配套武器送到乌克兰。不久呢，部分乌军士兵便被送到了英国，接受英军的坦克操作培训。在经过几周时间的针对性训练后，这些乌军士兵已经可以熟练地操作挑战者2主战坦克了。近日，英国对外宣布，这些乌军士兵已经完成训练，目前已经全部返回基辅地区了。很显然，英国可能也是知道了乌克兰的反攻计划，因此才在这个时候送回了乌军坦克人员，想要以此来增加乌克兰取得胜利的概率。毕竟这场大反攻对于乌克兰来说太重要了。还有就是在3月21号，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英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发表声明，证实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的挑战者2主战坦克配套弹药中包含了2500枚贫铀穿甲弹。虽然俄罗斯表示强烈反对，但是英国依然坚持该援助计划。根据法新社报道，乌国防部长27号晚些声称，第一批英国挑战者已经抵达乌克兰，同一批到达的还有英国援助的贫铀穿甲弹。而除了英国之外呢，在3月份，北约其他国家也在不断的军援乌克兰。
就在3月9号，波兰同意和斯洛伐克共同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机。波兰总统杜达表示，波兰准备将自己手里剩余的米格29移交给乌克兰，作为国际联盟的一部分。目前，波兰还有28架米格29正在空军中服役，而斯洛伐克呢，则是在2022年8月份退役了10架米格29。据称，这些米格29都是升级版，全部达到了北约空军的标准，计划将挂载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或者 AIM-120。只不过，想要挂载这2款导弹，还需要美国和北约出动工程师，对这些米格29进行一些升级和改造。大兵认为，对于目前的乌克兰空军来说，这些米格29主要是作为武器发射平台使用的，只要能发射北约援助的各式导弹就可以了。再加上北约各国空军服役的俄制战机，大都是经过一系列的现代化升级改装，早就不是1982年服役的原始型号了。而且米格29一般是作为前线支援战机，最适合现今的俄乌战场。而近期呢，根据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纳吉表示，斯洛伐克已经将其首批援乌的米格29共4架移交给了乌军，并表示原定援乌计划的剩余部分也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移交。那么这些米格29很有可能将在4月份全部移交乌军，与乌军计划的反攻时间相符。另外，根据3月21号的消息，美国防部宣称，此前在1月份宣布向乌克兰交付31辆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当时官员们推测这需要大约1年的时间。但现在美国将从库存中运送 M1A1 已有的翻新车体，交付时间将在秋季或者更快。这些 M1A1 将具有和 M1A2 相似的能力，包括先进的装甲和武器系统，例如120毫米火炮和50口径的重机枪。与此同时，在3月19号，挪威宣布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所承诺的8辆豹2坦克和4辆装甲抢救车。不仅如此，就在3月27号，经德国总理舒尔茨证实，德国向乌克兰承诺提供的18辆豹2已经全部抵达乌克兰了。同时，德方还向乌克兰提供了约40辆步兵战车。德国防部宣称，计划在今年夏季前向乌克兰提供25辆豹1主战坦克，年底前提供约80辆豹1。根据德媒的消息，考虑到豹2的后勤和维护压力，德国计划在乌克兰的某个邻国建立一个维修服务中心。除了北约上述援助的武器装备之外呢，在3月24号，乌军还接收了第一批自行制造的 Shark ISR 无人机，其有效射程呢为60公里，飞行时间为4小时，具备抗电子干扰的能力，主要是用于为炮兵部队提供空中侦察、搜索目标和调整火力使用，包括协助西方远程武器，特别是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结合上述援助计划的时间和未来预期，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乌军的反攻计划，不然呢不会在3月份集中援助那么多武器。不仅如此，俄罗斯方面似乎也在对乌军反攻计划做出举措。根据俄罗斯卫星网的消息，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向外表示，今年俄罗斯将完成莫斯科导弹防御系统的现代化，组建一个防空师和一个防空旅，一个防空反导特种导弹旅，一个配备 S-350 系统的防空导弹团。俄罗斯方面认为有必要建立莫斯科防空作战区，而此前俄军已经开始在莫斯科重要的目标附近，比如内务部大楼和国防部大楼顶部部署铠甲 S-1 近程防空导弹了，并且在莫斯科市区和附近丛林部署了众多的 S-400 远程防空导弹。还有消息称，莫斯科国立农业大学库里亚诺沃区和麋鹿岛公园也都部署有 S-400 远程防空导弹。所有这一切呢，都充斥着战争即将到来的气息。在这里，大兵要给大家说一下防空识别区和防空作战区的区别。前者呢，在通常情况下是以本国的预警机和预警雷达所能覆盖的最远端作为防空识别区的界限，要比领空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大了很多。一般来说，设置防空识别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可能面临的空中威胁，在领空外划定的特定空域范围，用于及时发现、识别、监视、管制以及处置进入该空域的航空器。为了应对外来入侵，留出预警时间，从而保卫国家领空安全，通常呢是以一国领海基线、国境线、实际控制线为基准。而防空作战区亦称防空作战责任区，是空军按照防空体系和要地分布等情况，为所属部队、兵团划分的防空作战区域。随后，防空作战区域的指挥员根据上级意图，
拟定本区的防空作战计划，部署防空兵力，并且负责统一的指挥防空作战，歼灭侵入的本区的空袭兵器。也就是说，俄罗斯已经开始担心乌克兰未来有可能直接打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或者未来可能会获得能打击莫斯科的武器和技术。而此前呢，莫斯科前情报人员吉尔金对外说道，俄情报部门应该已经得到了消息，美国和西方要给乌克兰更新无人机技术，甚至是导弹技术。未来乌军有可能打击俄境内的重要城市，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另外，在3月16号，莫斯科时报在征兵办公室的传票开始传给俄罗斯40个地区的居民一文中声称，在俄罗斯已经开始大规模分发传票，现在有40个地区的居民收到了征兵办公室的文件。与此同时，俄国防部宣布将再次征召40万合同兵，征兵工作将在2023年4月1号起正式执行，但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提前半月进行了，并且向部分人发出了征兵传票。该个消息经过多方证实，这或许就是为了补充兵力的同时，应对未来乌军可能的大反攻。还有就是近几日，一个名为 CIT 的俄军军事博客称，俄军已经开始在俄远东地区的阿尔谢尼耶夫第1295中央坦克维修和储存基地起封了一批老式坦克，用于前线装甲部队所需。此外呢 ，CIT 还公布了火车运送 T54坦克的照片。根据这些照片，确定是上世纪40、50年代生产的 T54主战坦克，距今呢已经有近70年的历史了，实打实的老物件。而且 T54起风消息曝光的同时，最近还出现了 T14阿玛塔坦克出现了乌东地区的图片，至于是否属实还未得到确定。接下来呢，则是另一个重磅消息，在3月25号，根据俄新社的报道，俄总统普京宣布将在白俄境内部署战术核武，计划从4月3号开始训练相关人员，7月1号前会在白俄境内完成战术核武器的储存设施建设。与此同时，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已经帮助白俄重新装备了10架可以携带战术核武的战机，并且将一定数量的能携带战术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转移到了白俄境内。好家伙，这是打算在战争失败后直接掀桌吗？以上俄罗斯的一系列举措呢，侧面上证明了乌军反攻计划的真实性。那么，如果乌军真的要反攻了，那么会从哪个方向进行呢？近几日，俄军方面的重要进展有2个，一方面呢，仍是在步步侵蚀巴赫穆特，另一方面是对阿瓦迪夫卡形成了前行攻势。这2个地区是乌克兰第2道防线上的2大要塞了，如果将其攻破，就能直逼乌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即红军村和斯拉维扬斯克堡垒群。因此，乌军必须做出相应的举措。而最近声音最大的便是乌军的春季反攻计划。结合目前的信息，大兵综合分析认为乌军如果发起春季反攻，无非是3条路线：其一，进攻哈尔科夫，然后直指卢甘斯克州，威胁俄罗斯边境；其二，进攻扎波罗热，直插连接中枢，切断俄军乌东3州之间的连接；其三呢，是进攻巴赫穆特，击溃俄军瓦格纳集团的进攻，彻底挫败俄军的士气。而对于乌军来说，大兵认为第2个方案是最有战略意义的，因为一旦成功，就能改变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甚至克里米亚的进攻局势。第3个方向呢，则是最有可能成功的。虽然瓦格纳集团擅长巷战，但是以重武器为主的集团军作战并不是他们的优势。如果乌军集结北约援助的优势重武器，再加上北约情报的支持，进行强攻，胜算非常大。至于第1个方案，大兵觉得意义不大。就算是进攻顺利，虽然能够牵动一部分俄军部队，但是对大局的影响却很有限，除非乌军可以直接攻入俄罗斯境内。总结来说呢，目前一切的信息都显示乌军正在为大反攻做准备，只不过尚不清楚进攻路线和时间。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次一旦乌军发起大反攻，很可能就是俄乌双方的决战了。谁能取得这次的胜利，将直接决定未来战争的走向。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内指正。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之后大兵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